这是秦国的箭头，3个面最小的误差值在 0.02 毫米。没有人能想到，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的武器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机床的加工精度。但是考古史却告诉我们，从汉代以后，这种精度的武器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地层的考古学者说，我们中国历史上秦朝和战国时期老百姓居住的都是以瓦房为主，而汉代以后的老百姓居住的都是茅草房为主。直到近50年，中国农村才重新普及到秦国之前的瓦房自由。这不由得说，我们的历史它真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空白。我们可以对比历代中原的战力和外族，它非常的明显，战国七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吊打匈奴。到了秦朝统一之后，北击匈奴，南征百越，可以说在汉朝之前，没有哪个民族敢侵犯我们中原。而汉朝之后的历史呢，外族异常的凶猛，五胡乱华、匈奴、鲜卑、结敌羌的残忍杀戮，了解历史的都能知道，到底是外族勇猛了，还是我们退步了？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思。干脆我们可以这样比，中国古代和其他国家，比如埃及金字塔，它建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200年，这个时间线我们华夏文明处于什么阶段呢？夏朝。这是古蜀国三星堆出土的太阳轮，我们可以直接对比古埃及文明壁画中的太阳轮，再结合三星堆考古出土尼罗河的象牙、古埃及的蜻蜓眼、龟背形网和青铜器的焊接技术、权杖的金箔的厚度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不仅是文明的重合，似乎不输给当时的古埃及，而且在这个时间线，除了古埃及和中国的夏朝，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已经开始建立了城邦，并且还发明了最早的楔形文字。如果你觉得历史这样听很有趣，我们可以继续。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，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，也是一次华夏文明的百家争鸣。很多大的思想家都在这一时期井喷式爆发，比如儒家的孔子、道家的老子、墨家的墨子，还有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兵夷杂农等等。而巧合的是，同一时期的西方也出现了柏拉图、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这样影响西方文化的圣人。这些东西方的大思想家，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和思想，可以说至今都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三观、行为和思考方式。而最为巧合的是，他们素为蒙面，但是却出现在同一时期。可以说在之前，要么华夏强于西方，要么可以说几乎是对等，但从不落后。但后来的历史呢，听着就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巴黎圣母院刚刚开始兴建的时候，中国处于南宋时期。我们北京的紫禁城刚刚开始兴建的时候，正好也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初期。慈禧当时是奔驰车的车主，他还特别爱喝可乐。牛津大学成立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北宋时期，匡威它成立于1908年，也就是说清朝年间可能有人穿过匡威。光绪帝执政期间，一家叫做任天堂的游戏公司诞生。康熙心烦九子夺嫡时，同一时间的德国实行了义务教育。甄嬛忙着宫斗时，同一时间的法国开始了全民炒股。明朝崇祯9年，哈佛成立；清朝宣统3年，IBM 成立；咸丰3年，纽约出现了电梯；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，伦敦举办了世博会；清朝废除科举时，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课本上是分开的两本书，但是这两本书把它们还原到了统一的视野里。DK 时间线上的全球史，你看这本书从封面到内页都有中间的一条线，这条线呢就是远到人类文明的开始，近到2021年的一条时间轴。我们不分国家不分地域，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个星球上的大事排列下来。无论是战争、艺术、科技、信仰，只要是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，都会在这条线上生出一个果实。那书名里的 DK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英国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， DK 是他们2个创始人名字的首字母。DK 的书有很多，都是以图文并茂、易读易懂为特色，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和愿意持续学习的成年人。简单点说DK 就是一个具有全球声誉的出版品牌。推荐这本书呢，给所有对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朋友，尤其是你锁定一个年份，想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全球都有哪些大事情发生，那么这本书它是很好的索引。这本书呢，还可以用来激发青少年学习历史的兴趣，作为开阔视野的课外读物。一共300多页，画面清晰逼真，原价呢200多，现在购物车内只需要100多块钱。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，值得阅读也值得收藏的 DK 时间线上的全球史。